不知道大家對於 AI 協助寫 code 了解到什麼程度？是把程式碼整段貼上給 Cloud 或者是 ChatGPT 等等的生成式 AI， 叫它去幫你生成，然後再把生成好的內容貼回到編輯器裡，還是遇到問題問 AI， 實際上還是手寫程式呢？那我如果跟你說，現在的畫面中看到的這些功能，我只用講幾句話的功夫 ，AI 就幫你自動完成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技術人 Ron。今天這支影片只是單純心得分享，我會分享一下最近出的Unity NCP 工具，以及它可以做到什麼程度。最後我也會分享一下實際體驗完之後的感想。好了，廢話不多說，直接上內容。首先，我最近在做排序演算法的可視化效果，我知道該怎麼做，也大致上有想法了。但是呢，我就覺得很爛，因為我如果要人工寫的話，大概會需要半天的時間，所以我就乾脆叫 AI 幫我寫，那也順便錄個素材做支影片。那我們把 Unity 的 NCP 功能打開後，用桌面版的 Cloud 的連接，它就可以直接幫你操作 Unity 了。接着我們就簡单的輸入我想要的東西是什麼，它就會自動幫我生成。中間的過程不用10分鐘，東西就做完了，而且效果遠超我的預期，至少它的美感還是不錯的。對我來講，這樣的東西就完全很夠用來當 short 的素材了。所以我接連一口氣叫它幫我把排序法所有種類都做出来。可以看到這些畫面全部大概只有花我將近1個小時的時間，其中最花時間的反而還是我在查有沒有漏掉哪些排序法。而且做這件事情的費用為零，我甚至使用的都還是 Cloud 的免費版。不過這是因為我只是測試小專案而已，如果要在更大型的專案上使用，需要閱讀更多的前後文的話，還是要選擇 Pro 的方案。但就算是 Pro， 每個月也頂多花個600塊而已。接着我就好奇，那這個做遊戲的效果如何呢？我就叫他做一個 Flappy Bird 的遊戲。可以看到我的提示詞極度簡單，我甚至沒有跟他講 Flappy Bird 是什麼樣的遊戲，他也有辦法理解遊戲的玩法。可以看到大概過了10分鐘之後，他就生成完遊戲了，但有遇到一些問題，看起來是 Input System 的問題。那我們把問題丟回給他，他就可以自動排除。那等他修完一次後，我們再玩一下。靠！哦，我怎麼死掉了？我就直接罵 AI， 為什麼我看不到管子？那 AI 就會自己去解決問題。解決完之後，我們再試一次。可以看到，沒錯，這就是我預想要的結果。這邊如果把圖片換掉的話，就會是我們想象中的遊戲。好，那講了這麼多令人驚豔的地方，那這樣的 AI 有什麼問題呢？第一個，在遊戲開發來講 ，AI 沒辦法無中生有一些素材，包含美術、音樂、音效等等的，這些需要由使用者先找好。此外，替換素材或是一些細部的操作，還是需要人工來處理。第二個 ，Unity NCP 雖然可以控制場景制作 UI， 但是 AI 在 layout 時會比較沒有邏輯，有時候還是需要人工來微調。第三個，跟上點，在程式碼的部分也是如此。雖然一些小功能或是小 demo 的時候很方便，但如果你要去處理一個比較大的專案的時候，還是需要一個資深程式去建構框架跟 review AI 寫的東西，不然時間久了，專案就會變得越来越難維護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使用感覺到的優缺點的部分。那我個人的感想呢？先說結論，我認為對於核心開發者、主管或老闆來說，不會有太多的影響。但 AI 發展的速度極快，對於遊戲產業來說，面臨的會是開發規模的大變動。因為目前 AI 已經具備新手到熟手之間的能力了，大概略等於一個大學生畢業1-2年左右的能力。重點費用也非常的便宜。如果你有花錢請過員工的話，就會知道请人的成本有多高，而且不一定能夠請到能用的。特別是我認識一些程式，他們的工作邏輯基本上就是反正你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，沒有一點思辨能力，抓不到重點。你要花時間跟精力去review產出的東西。比如我遇過一個案例，我們團隊需要在1周內快速做一個 demo 的提案，提案過了才有後續，然後把這件事情跟工程師講，也提醒他時間限制等等的。結果他還是會自己去腦補出一大堆功能，說是預留這些功能方便未來擴充。結果花了超過1個禮拜的時間 ，demo 也沒有提出來，案子自然也告吹。然後這個工程師還自我感動說：“我熬夜寫出來的框架很屌啊，可以應付未來所有的擴充。雖然沒有趕上時間，但我還是很辛苦把東西做出來，我的壓力也很大等等的。”那在我的角度來看，你要說他不認真嗎？他也很認真，每天熬夜把東西做出來啊。但是你要說他做的東西對嗎？他沒有在時間內把東西做出來，而且做出來的東西有80%不是這個案子需要的。中間過程中也有3番2次提醒他制作的方向跟時間，都說 OK 來得及沒問題，就最後炸開了。那這個責任誰要背？還不是我要來扛？那對這個工程師來講，他也覺得他沒有錯，反正最後拍拍屁股走人就好。總之講這個案例，我只是想說，當 AI 已經可以做到替代初階或中階工程師的能力的時候，並且比人更聽話，沒有逆反情緒，不會掀你桌子，那從理性的角度來分析，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請真人？
那有人一定會說，可是人寫程式有溫度啊。哦，我的 AI 助手溫度也不低啊。可是你這樣子沒有人幫你處理技術的問題啊。我只能說，台灣中小型的獨立團隊老闆可以生存下來，都是在第一線拼殺過的，很多事情都親力親為。會請人不是因為不會，而是因為沒時間弄而已。所以在這樣子的趨勢跟誘因下，我覺得未來遊戲開發團隊勢必就會往更精簡的方向發展，只需要留下有能力、好溝通、能夠承擔責任的核心成員就好。真的不行的話，也可以選擇外包。總之都會比請基礎員工來的划算。所以要在 AI 浪潮下可以生存下來，我認為還是之前影片中提到的3种能力要掌握好：創造力、商務思維、人際交流。如果各位想要了解更詳細的話，蠻建議看一下之前分析 GDC 報告的影片。最後分享一句我在 FB 看到蠻感同身受的話：你現在看到很多積極推動 AI 的人，很多都是曾經被大量人類摧殘過的老闆。由此可知，大家開始覺得人間が憎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全部內容。如果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。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。